全球突变，每个人都可以觉醒天赋。有的人觉醒了寒冰、烈火，可却只有你觉醒了最垃圾天赋——死后复制。只有被杀死后，才能复制对手的技能。今天在放学回家路上，你捡到一个奇怪的笔记本，上面第一句话就是“过去的我，你好”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人族已经灭亡了。一开始你还以为是谁弄的恶作剧，可继续阅读，这种想法被完全推翻。日记本说，接下来我会用3件事情证明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一就是你小时候暗恋过邻家姐姐。其二，你从小到大最后悔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在外公死亡那天偷偷在网吧打游戏，没看到他最后一眼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没有去过网吧。第3件事，说实话，我自己都有些羞耻，但我说完，你应该就没有怀疑了。你说对吗？萧冉冉升起的人族第8圣，还未崛起的绝世天才，未来人族守护神凡，你捂住脸，行了，不用再看了。这绝对是未来的自己留下的，那日记上的信息应该也是真的了。人族将会在未来灭亡。不过，更让你在意的是，在日记本的下一页用鲜血写了这么一句话：明天你就会觉醒天赋，在觉醒之后，一定要马上死在青元浩手里。你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青元浩不是班上那个富二代吗？要我找他自杀？日记本继续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明天中午12点前，你会觉醒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垃圾 F 天赋——死后复制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死了以后才能生效。你心都凉了，人都死了，那还有什么用？我的天赋这么垃圾吗？但自己又不会害自己，关键点应该在对方身上。日记本呵呵一笑，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已经猜到了。没错，青元浩2天之前就已经觉醒了3S 级天赋——死亡回档。死亡后可以回到12小时前的时空。你脑袋仿佛一下炸开，死后复制固然是最垃圾能力，但如果加上一个死亡回档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每一次死亡都可以复制对方的一个天赋，并且回到12小时前。理论上来说，你可以无限复制。再想往下翻笔记本，可却有一股神秘力量阻止似的翻不动，应该要满足某些条件才行。第2天，天赋觉醒开始，同学们都到了水晶球面前，一头棕发的秦元浩果然也在。你没有理他，而是上前朝着班花瑶西笑笑：“不好意思，姚同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方便借一下你的，发个短信给家里人吗？”他爽快答应。发完短信后，你开始觉醒天赋，手放在水晶球上，一道声音在脑海中出现：“您已觉醒 F 级天赋，死后复制，死后可以复制对手的天赋。”果然和日记本上说的一样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你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处隐秘小树林蹲点。很快，秦元浩也来了。瑶瑶，我来了，你人呢？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他现在是真开心啊！刚觉醒出一个3S 级天赋，就发现自己的女神发了消息，说在小树林等他，舒服。可当看到是你，面色一板。怎么是你，小凡？瑶瑶，他人呢？你却呵呵一笑。你觉醒了3S 级天赋对吧？他眯起双眼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之所以会转来我们学校，是因为你在原来的学校躁狂症发作，杀死了一个同学。虽然在家里帮助下逃脱了法律制裁，但你真觉得你是无辜的吗？秦元浩一把揪住你衣领，你放屁！你自顾自句说，你逃不掉的，我会向所有人揭露你的行为，包括你的天赋。到那时，你会被人人唾弃，找死！暴怒中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到，你已经掏出一把水果刀，递到了他手里，呵呵一笑。叫嚣有什么用？不过是个会逃避的懦夫，没你的家庭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就你这样的，瑶西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你。被戳到痛点，秦元浩再也忍不了了，我杀了你！下一刻，一刀捅进去，你面色狰狞，眼看着自己意识逐渐消散，忍不住吐槽：这狂人香的发作时间还真是长啊！下一刻，眼前一黑，等再醒来时，已经是家里。查看了一下天赋面板，发现多了一项 SSS 级天赋死亡回档，每一次死亡都能回到12小时之前，但回档太多容易造成精神崩溃。好，复制成功了。此时日记本的下一页已经可以翻开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你能顺利看到这句话，那说明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。接下来就是第2步，在秦元浩天赋未觉醒之前杀死他。根据日记本说，想杀死秦元浩，而且是在人族的大后方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并不容易。好在可以借助其他力量。你根据日记本的提示，拿出一张白纸，画上一个图案后，来到附近的地铁站，在2号出口的书报亭将白纸塞进了第一部门缝，又对着铁皮门敲击了几下，快步离开。半小时后，铁皮门忽然打开一个极小的口子，将折纸拿了进去。回到房间后，你松了口气，如果不是意外，明天就估计见不到秦元浩这个人了。刚才所采取方式，根据日记本上所说，是幽冥教在人族后方一种极其隐蔽的联系方式。这个组织是一群不看好人族，企图通过投靠一族来获得强大力量，保全自身的人类叛徒，时常为一族暗杀一些人族天才或者制造事端。第2天觉醒日，你果然还是觉醒了死后复制，不过这一次秦元浩没再出现。回到家后，你心情复杂。
第一次杀人，虽然介入他人之手，但心里那种奇怪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。这时候日记本似乎是提前预判了你的犹豫，上面解释道：不必自我怀疑，过去的我，未来的秦元浩是人族叛徒没错。武道历1145年，他通过天赋加持，偷偷杀死了8名和他有竞争关系的人族同伴，成功拿到了大西洋战局副指挥的职务，并且在后续的大西洋战争局势上临阵倒戈，炸毁了人族数艘宙斯盾级的战舰，从而导致大西洋防线全面崩溃，进而带动人族伤亡无限扩大。同年7月，作为万族讨伐部队先锋，带领10万一族反攻人族，其罪行罄竹难书。你要记得，你接下来要杀死的是一个未来会祸害人类的叛徒。你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人族，保护你的家人。你心里一惊，那可是宙斯盾级别的战舰啊！每一艘对人族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，平时见都见不到。也就是之前玩战舰世界端游的时候，曾经操控过类似级别的大驱，在海洋上驰骋，让大炮划过天空，又激起海浪的感觉，真的很爽啊！没错，大舰巨炮主义赛高，每一次轰炸都是男子汉的浪漫。日记本也感慨，是啊，真没想到大西洋上的惨烈战斗，我之前在游戏里居然也体验过，真怀念当时在战舰世界端游，不但可以指挥各种历史上的军舰，还有现代的各种驱逐舰、巡洋舰、战列舰和潜艇，好好过一把海上指挥家的瘾。要是觉得场面小不够刺激呢，还可以换上航母，享受铺天盖地战机群所带来的史诗级战斗。日记本到这会儿也思考了一下，过去的我有点怀念了，不知道现在入坑还来不来得及。你呵呵一笑，现在入坑可是最佳时机。12月8日到12月13日福利大放送，新玩家呢会获得15天高级账号以及满配8级战舰俾斯麦。这条船真的很经典，新手玩的毕业都没问题。日记本疑惑了，那老玩家呢？老玩家奖励更丰富啊！如果港口最高级舰船小于5级，一样能拿到俾斯麦，还能获得15天高级账号，大于6级呢，就可以驾驶满配10级战舰鲸，让大家快速跟上版本。这梦中情船不就海上驰骋起来了吗？咱们活跃玩家也可以获得5天高级账号、一个大号圣诞箱以及8级圣诞涂装。最近不是还上线了玩家们最期待的圣诞补给箱吗？开启后就有概率获得金币、煤炭、金指挥官经验等刚需道具，还有机会开出终极奖励稀有和 X 级战舰呢。尤其是今年的箱子诚意十足，让大家更轻易入门强力热门的战舰。日记本满意了，接着对你说，你现在翻开下一页看看。让你有些惊讶的是，在新的一页中出现了一个小凹槽，里面躺着一只指甲盖大小的金色虫子。日记上面写着：恭喜你10年前的我自己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说明前面的计划你已经全部完成。相信我，接下来就是你崛起的日子。这只虫子名为智慧虫族，乃万族中极为特殊的存在。每一代中有且只有一个能觉醒相同的双 S 级天赋智慧之书，这是一种传承型天赋，承载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记忆。这只是在未来人族损失了无数顶尖强者才获得。我将它特殊培养后，在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慢性毒素，等你被毒素杀死，就能复制这个天赋。顺带一提，我已经将这10年间的人族和万族之间发生的记忆剔除了，有些事情不知道才能改变。看完日记本上的话后，你捏着智慧虫，将口气贴在皮肤上，一口下去，酥麻感传来。接下来静待12个小时，你又一次死了。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只感觉头疼欲裂，脑海里也多了一段信息：双 S 级天赋智慧之书，拥有鉴定分析、储存搜索的功能，而且可以用血脉之力将记忆传承给下一代。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机械音：超级智脑深蓝，竭诚为您服务。惊了，这是什么？系统很快回复：深蓝脱胎于 SS 级天赋，可以帮助您更好使用智慧之书。你懂了。简单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个智能化的搜索引擎，智慧之书 AI 版。以后碰到什么不认识的物品，直接搜一下就行，而且还有庞大的资料库和功法可以辅助修炼。尝试了一下，深蓝为我寻找适合的炼体术和呼吸法，正在为您搜寻，已寻找到大量数据，正在根据身体情况和觉醒天赋筛选，经过检测，目前最适合您的为万族炼体术中的大力猿族篇和金刚牛族篇。果然有用啊！接下来的几天尝试修炼了一下，结果气血值直接从原先的 0.72 一下蹦到了 4.13， 而且胃口大涨，一餐能吃10碗米饭都不止。过了几天，学校组织在体育馆测试气血值，第一个同学上去显示 0.63。事实上，普通人族在未修炼之前也就 0.6 左右，一轮测试下来，气血值超过 0.8 的寥寥无几，唯一一个最高的也才 0.96， 是班花瑶溪。正想着，体育馆大门被一脚踹开，下一刻10几个穿着夜行人衣服的人快速将整个体育馆包围，他们是人族后方的执法人员。队长火令大喝一声：所有人安静！你查看了下他的属性面板，气血值足有3万多，这是从小到大见过的最强者。一旁的好基友冷风感慨：
凡哥，这个夜行人姐姐好漂亮啊，如果能娶回家当老婆就好了。你翻了个白眼，如果你知道她多强，估计就不会说这话了。火灵儿朗声道：很抱歉打扰各位同学，刚接了线报，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幽冥教教徒，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。话音落下，所有人惶恐不安。对于他们这些才踏入武道不久的新人来说，幽冥教是一个很可怕的名词。火灵儿安抚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全力保护大家的安全。现在，请所有人按照次序依次离开训练馆，不要乱，以免给教徒可乘之机。于是乎，一个个同学接受检查，离开体育馆。冷风有点闲不住，凡哥，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兴奋呢？他一向是个话痨，班上不少同学都嫌他烦，也就你和他玩的不错。你也叹气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幽冥教徒心狠手辣，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。怕什么，凡哥？不是有夜行人姐姐他们在吗？两人聊着天，很快要轮到你们。可不远处，火灵儿脸色骤变，小心！声音刚响起，刚还凑到耳边说话的冷风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黑色尖刀穿胸而出。凡哥，而在他身后，一个中年人露出狞笑：“你们怕是上不了前线了。”盖在冷风后，一把抓住不远处的瑶汐，匕首架在脖子上，嘎嘎嘎，真是个不错的好苗子。火队长，刚才我看了会儿，这小丫头初次气血值测试居然有0.96，这种资质加以10日，想必也是个至少3、4进的武者。我这条烂命能换这么人才，也是够本。火灵儿冷冷道：“放开他，我可以放你走。”嘎嘎，聪明人。中年人挟持着瑶汐慢慢往门口走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快步冲上前，所有人都惊讶了。萧凡这是疯了吗？眼看要撞上，中年人眼中寒芒一闪：“臭小子，找死！”一刀划过你脖子，屏幕一黑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“你已被异教徒林峰杀死，复制成功，获得 A 级天赋改头换面。”再一次醒来后，是自家的床上，查看了这个天赋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、身形、气息和气血波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该怎么改变结局？就像冷风呢？你一直记得日记本里的一句话：“有些事情不知道才能改变。”这句话是未来的你留下了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因为知道的越多，自己所做改动也就越多，蝴蝶效应越大，最终反而无法改变结局。如今这个问题也一样，询问了一下深蓝，你还记得刚才那名幽冥教徒当时的站位吗？可以的，主人。当时那人就站在你后方第3个，而且已经用天赋变成了你同学夏目的样子，隐藏在队伍中。点点头，多准备了一样东西，前往体育馆。很快，重复的剧情再次上演。在夜行人们的监视下，大家排队出门。一个冷风换了个位置，他还是和上次一样，嘿嘿一笑：“凡哥，这个夜行人姐姐好漂亮啊，如果能娶回家当老婆就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深蓝发出警报：“主人，快往前扑，他要攻击了！”你毫不犹豫抓着冷风前扑，下一秒匕首挥过空气。中年人愣了下，但也只是恶狠狠瞪了你一眼，没得进攻，而是快步后撤，抓起了一旁的瑶汐。这会儿火灵儿也手持战刃拦在你们身前。林峰，放开他！中年人笑了：“姐，火队长，你是不是当我傻？放开他，死的就是我。”可就在这时，你开口：“大叔，大哥商量，用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怎么样？”所有人都愣了下，你不急不缓：“大叔，你挟持她，无非是因为她资质最高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来交换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既然只能挟持一个，难道不该挟持价值最大的吗？”说完，在大家注视下，快步走到气血测试的仪器前，仪器血滴入，下一刻，光屏上赫然跳出一个数字，气血值4.13，整个体育馆都安静下来。这什么概念？哪怕放眼整个人族，都是顶尖的绝世天才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火灵儿，这位同学不行，这种级别的天才要是有个闪失，对人族绝对是个巨大损失。可林峰却兴奋起来：“好，你过来，我就放开他！警告你臭小子，最好别耍什么花样，我可不保证这个女孩的安全。”你呵呵一笑，放心，只要你不耍花招，我也不会搞小动作。很快，人质交接完毕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交换的一瞬间，林峰似乎感觉腿软了一下，手上多了一位天才，说话的运气很多。火队长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想必不需要我提醒吧？火灵儿深吸口气：“林峰，你冷静点，不就是想离开吗？这样，只要你放过他，我亲自安排人将你送到万族战场，如何？”“哼，少来，一切都要听我安排。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还要视频龙血药剂。”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，深蓝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“主人，软骨迷香发作了。”听到这话，一把将他推开，大叫一声：“火队长，动手！”下一瞬间，火灵儿手起刀落，中年人无力瘫软在地。你松了口气，刚才的每一步动作都是深蓝精心设计好的。做完这一切后，瑶汐对你表示感谢，火灵儿一脸欣赏。以你的资质，想要考进最顶尖的武道大学不是难事儿。回头暑期实习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夜行人，到时候我亲自带你。